来看婚配系统绑定最强鬼帝，顾渊这个挂逼男人可不简单。他前世虽然是个领盒饭意外身亡的倒霉孤儿，但在穿越到诡异世界后，却像氪金玩家一样开启了顶级外挂。只要他杀死所谓的土地，就能强行吸收对方的能力。在经过了无数次丧心病狂的疯狂屠戮后，顾渊终于熬出头，成就了无上鬼帝。他曾让世间嚣张的红衣吓破胆，俯首畏惧，霸气执掌着万千诡异的生死存亡。可这种独孤求败无敌的日子过久了，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他像个提前退休的大爷，决定隐姓埋名搬入往生小区养老。可没想到这瞎眼的诡异婚配系统，居然敢直接找上这位满级鬼帝谈话。现在的世界早已狗血诡异复苏，人类数量锐减，导致天道强制开启了离谱婚配系统，要求各国硬核选出代表与诡异进行拉郎配。腹黑顾渊为了不把自己未来的老婆吓跑，心机特意删掉了鬼帝称号，并重拍了照片，想看看自己被系统分配到了哪些倒霉对象。他在名单里意外发现了前世的白月光青梅竹马云枕月。此时的云枕月作为倒霉龙国玩家，正面对着地狱级生死存亡的选择。其他的诡异对象不是凶残恶心的屠夫，就是丑陋反胃的怪物。唯独10号顾渊看起来像个正常普通人，甚至穷的连个称号都没有。单纯圣母的云枕月觉得顾渊看起来很可怜，圣母心泛滥，担心他会被别的诡异欺负，于是毫不犹豫地锁死了这位落魄帅哥。龙国的苦逼专家们看到这一幕简直心如死灰，因为在他们的功利推演中，诡异越强能带给国家的好处和逆天国运就越多。第一次见网恋对象不能空手上门的道理云枕月很懂，于是他像个收破烂的在家翻箱倒柜，打包了一堆家电和快过期的廉价牛奶。他满心欢喜的希望这个诡异老公不要欺负自己，却不知道自己瞎猫碰死耗子选中的竟然是这个世界最恐怖的灭世存在。龙国的暴躁部长因为这件事在指挥部大发雷霆，对比其他卷王国家带去的鬼币和珍宝，云枕月的寒酸礼物简直是小孩过家家。更糟糕的是，科研部搜遍了所有破数据库，也找不到任何关于顾渊的隐藏信息，这说明他可能是个连炮灰都不如的最低等级残魂。此时的大韩绿茶选手韩素美正对着云枕月开启疯狂嘲讽模式，他完全不能理解龙国为什么选出这种不带脑子的绝世蠢货。普信韩素美骄傲地展示着大韩国提供的高额鬼币，天真认为只要好感度舔到100，就能通过结婚获得难以想象的逆天好处。虽然目前为止全球的离谱婚配成功率依然是0，但这些自以为是的送人头选手还在为了所谓的破等级而像小丑一样争风吃醋。催命系统通知所有选手必须在10分钟内火速找到对象，并且搬入对方的惊悚房间，这让整个直播间的吃瓜观众都屏住了呼吸。韩素美带着精心准备的亚洲邪术化妆技术和诡币，敲开了午夜屠夫普大根的房门，结果差点被对方的尊容恶心到当场呕吐。小日子的大冤种山田爱子也遇到了同样的社死尴尬，他的对象雨宫天虽然名字好听，但揭开面纱后却是个极其惊悚的怪物。可怜的爱子为了国家的虚荣荣誉，只能憋屈选择忍耐。此时的云枕月正气喘吁吁地爬上老破小3楼，准备面对未知的倒霉命运。这傻白甜甚至做好了老公家境贫寒且实力弱小的心理准备，觉得只要对方真心对自己，这苦哈哈日子总是能越过越好的。当云枕月在破楼道意外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时，他被顾渊那开美颜般帅气且温柔的外表惊呆了，甚至花痴忘记了对方是诡异。直播间的龙国吃瓜观众瞬间炸开了锅，对比那边的丑逼屠夫和怪物，这边的顾渊简直就是诡异界的颜值天花板级别。顾渊看着眼前这个带着全部破烂家当找上门的女孩，心里感慨这真是一段宿命孽缘，没想到她竟然真的头铁找上了门。其他的悲催玩家还在门口被各种地狱刁难，云枕月却被顾渊温柔的请进屋里，这反差让外国观众极度的想要实名举报作弊。云枕月进屋后就开始发挥守财奴勤俭持家的本色，他连门口的破烂纸壳子都舍不得扔，这让顾渊觉得他呆萌的极其可爱。各国没见识的所长依然在努力搜索顾渊的空白资料，他们坚信住在3楼这种低层破建筑的诡异实力绝对弱鸡强不到哪里去。小日子的瞎眼专家嘲笑顾渊是路边的下水道老鼠，根本无法给龙国提供一丝收益，哪像他们的雨宫天拥有 B 级副本的恐怖力量。云枕月很快接到了系统的第一个坑爹打工任务，顾渊为了护妻保护他，随手从桌子底下掏出一张破会员卡给他垫脚。此时在诡异黑店门口集合的玩家们各怀鬼胎心思，韩素美仗着丑老公认识收银员，对着云枕月就是一顿绿茶冷嘲热讽。当听说穷鬼云枕月连1分鬼币都没带的时候，韩素美像个反派，笑得前仰后合。她等着看这个龙国女人被厉鬼收银员残忍撕碎。
星大云枕月根据顾渊平时的吃货喜好，挑选了一堆昂贵的肉类和蔬菜，这在诡异世界属于奢侈人类食物，价格简直极其夸张。全球看戏专家推演云枕月的作死死亡概率高达 99%， 因为那个收银员是出了名的变态残暴，从不给活人留情面。韩素美试图搬出屠夫普大根的破名号要折扣，结果被收银员当孙子骂的狗血淋头，还差点被要求用身体来屈辱偿还欠款。为了保命，绿茶韩素美不得不向大韩国施压降低关税，才肉疼换来足够的鬼币付账。此时云枕月却像个没事人，淡定地走向了收银台。当云枕月提出想要打工偿还55巨款鬼币的货款时，整个超市的吃瓜诡异都发出了嘲笑，仿佛在看一个不知死活的将死之人。直到云枕月掏出了那张被顾渊当垃圾拿来垫桌角的会员卡，收银员的嘲讽表情瞬间凝固，甚至吓得全身都开始筛糠般剧烈颤抖。这竟然是整个诡异世界传说中的顶级黑金会员卡，别说区区一个厉鬼，就连红衣级别的大佬诡异都没资格拥有一张这种外挂。鬼经理听闻黑金神级会员卡持有者现身，连门都没敲就火急火燎冲了出来，这可是曾经追随过某位大佬大人的至高硬核凭证。多年前一位神秘熟客曾说，如果能讨好那位满级大人，商店将获得逆天机缘。如今机会就在眼前，谁敢不知死活怠慢？鬼经理亲自给云枕月卑微赔礼道歉，并当场豪气宣布免单。这惊掉下巴的一幕，让刚才还在叫嚣的各国跳梁小丑选手全部变成了哑巴。龙国直播间全是刷屏666的弹幕，网友们都在疯狂猜测顾渊到底是什么隐藏大佬身份，竟然能让高级红衣如此卑躬屈膝。圣母云枕月觉得白拿别人的东西不好意思，主动要求干点活抵债。鬼经理吓得尿裤子，赶紧安排他去整理最轻的摸鱼货架。仅仅摸鱼工作了不到5分钟，云枕月就被恭敬送出门外。鬼经理还向宋祖宗千恩万谢的求他下次再来，简直卑微到了下水道尘埃里。嫉妒韩素美不服气，也想学着打工抵债，结果被鬼经理无情安排去刷厕所，还得签下长达10年的霸王卖身契，才能惨兮兮离开。完美躺平完成任务的云枕月获得了系统奖励的阴气丹，他第一时间跑回家送给顾渊，想增加两人的粉红好感度。顾渊看着眼前这个倒贴的傻媳妇，一脸宠溺。这种低级垃圾丹药对他这个级别的存在虽然没用，但他还是高兴的照单收下了。当云枕月好奇问起顾渊的副本是什么级别时，顾渊随口忽悠说是孤儿院，这让云枕月顿时充满了母爱的光辉。然而在龙国机密的绝密档案中，一家5年前曾让无数顶级氪金玩家团灭的 S 级游乐园副本，就是被这不起眼的孤儿院残忍解决的。当时的幸存者叶梦安回忆起那家孤儿院的恶魔大哥哥，他的恐怖气息比红衣小丑凶残万倍，却又显得异常极其变态温柔。专家推断顾渊的隐藏实力至少是红衣之上的杀星级别大佬，只要能解锁这个副本，龙国将一跃成为全球的最强霸主。新的坑爹任务让选手们前往血月餐厅打工，韩素美拿着普大根给的所谓垃圾身份牌，在门口对着云枕月疯狂狗叫嚣。顾渊为了让媳妇工作顺心不被欺负，随手丢给他一个外挂房产证，这让傻白甜云枕月误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工作证件而已。来到惊悚餐厅后，韩素美绝望发现自己的身份牌竟然是保洁员，被领班直接无情赶去刷厕所，这让他气得当场道心崩溃。而云枕月拿出的房产证王炸，直接让整个餐厅的诡异陷入死寂。他现在的身份哪里是苦逼打工人，分明就是买下餐厅的大老板。血月餐厅的市里经理毕恭毕敬地请云枕月大老板视察工作，甚至还让他顺便救下了被客人欺负的龙国倒霉学姐09。敢在店长面前撒野的炮灰诡异客人，当场被残忍撕碎。经理为了舔狗讨好云枕月，竟然送出了能治愈癌症的极品血腥圣炼。这种暗红级的稀有鬼气在外界是无价之宝，小日子为了得到同级别的破折扇，死伤无数。云枕月却像买菜白捡了一个。就在云枕月白嫖享受店长级午餐时，韩素美因为扭曲嫉妒心作祟，居然听从前代废物玩家郑英俊的蛊惑，去作死释放地下诡异。那只被封印的顶级红衣猫莉莉冲出牢笼大开杀戒，韩素美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却不知这大 boss 猫其实是顾渊养的宠物。云枕月在顾渊的开挂远程指导下，不仅没有受伤，反而靠着身上的鬼地恐怖气息，直接收服了莉莉，让她变成了温顺宠物。任务结束时，云枕月竟然带回了100万鬼币的天文数字巨款，各国首脑纷纷派外交官向孙子来龙国求借钱，这场面简直极度舒适。大女主云枕月回到家，像个贤惠小媳妇一样给顾渊做饭，那些看不起顾渊的外国瞎眼键盘侠，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纯纯的降维打击。欢迎订阅，下集更精彩哦。